巴林足球怎么样？截止到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9点整，中国在与巴林的7场正式 A 级赛中3胜4平，还没有败绩。但最后一次胜利已经是94年的事情了。之后这30年的4场比赛中，中国与巴林全部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半斤八两。有人说，巴林这个除了和中国队比赛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国家，足球凭什么逐步撵上咱们，甚至成为了咱们的劲敌？他们球员不都是兼职吗？我是足球亚洲分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巴林足球的基础面与发展史，你也许会有恍恍惚惚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这个相似绝对和大小没有任何关系。巴林真的很小，在亚洲只比马尔代夫和新加坡大一点点。地图上巴林2个字都足以把领土完全遮盖住，总面积780平方公里，人口约158万。在咱们中国，这大约就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县而已。网红级计量单位通辽，在它面前都是超级庞然大物。而且这个国家的环境和资源也挺有意思。作为一个群岛国家，92%的面积都是沙漠，但地下有油，极其有油，储量比整个俄罗斯都要多。富得流油在他们这里根本不是比喻，但现在却债务缠身。作为阿拉伯宗教国家，现在却相当世俗化，乃至整个国家成为了周边国家花天酒地的夜店，甚至号称中东后宫后花园，主打就是一个拧巴。而他们在足球上也比较拧巴，像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巴林的足球也是代英统治时带来的。在1971年完全独立前，就成立了足协，加入了亚足联和国际足联，并早在1957年就建立起号称全国性质的足球联赛。但巴林人对足球并不算感冒，人口又少，好不容易产出的一些优秀球员，又几乎都被一支叫穆哈瑞克的球队划拉到自己手中。在全国联赛建立的前10年，这支球队轻轻松松拿下了9次冠军，在2004年之前，一共拿下47次冠军中的26次，比其他球队加起来都多。没有挑战，天花板几乎就要焊死了，只能凭借着超能力寻找外力，寻求自己的刀能更加锋利。穆哈瑞克这支几乎相当于巴林3/4国家队的球队，就不停引进世界各国教练来教授武功秘籍，远到巴西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桑巴逍遥步，罗马尼亚阴柔并济一刚一柔的阿尔巴阡两仪剑法，进到土耳其伊朗硬桥硬马霸王硬上弓的波斯斩马刀法。今天学你，明天学他，是不是开始有点似曾相识了？但除了在国内豪横，出了国门却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国家队也是如此，不断引进各地外籍主教练。但是同期国家队的教练国籍和执教风格和穆哈瑞克俱乐部并不一致就是任性。你学小李广花荣，梅雨剑张青，闪电迅捷，出其不意，我就学黑旋风李逵，猛打猛冲，穿衣服都嫌累赘。主打就是一个多手准备，艺多不压身。谁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啊？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哪块云彩都没能下雨。亚洲最高赛事亚洲杯一直到2000年，巴林只进过1次，和中国进世界杯一样不容易。而唯一进入亚洲杯的这次，还是1988年隔壁卡塔尔举办的亚洲杯，也和中国进世界杯一样，主打一个天时地利。而这届亚洲杯，巴林和沙特、中国、叙利亚、科威特分在了一起，结果4场比赛2负2平，进1球丢3球，小组垫底。和中国队在世界杯比中国队在世界杯好那么一点，但他们在类似于东亚杯的海湾杯上成绩还不如东亚杯的中国，1次冠军都没拿过。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称巴林足球为低配版中国足球。但小中华巴林在2004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的中国亚洲杯预选赛上，巴林和伊拉克、马来西亚、缅甸一个小组，凭借着2回合7比1狂胜缅甸，3比1大胜马来西亚，1比0战胜伊拉克，不仅进入亚洲杯正赛，还将自己的国际排名从105位升至第64，骤升41位。这还不算完，他们在亚洲杯正赛小组赛第1场就2比2逼平处于历史成绩最巅峰时期的中国，随后凭卡塔尔赢印尼，小组昂首出线，在1/4决赛中4比3淘汰乌兹别克斯坦，又和日本上演进球大战，直到加时赛才被那一年最后的冠军日本击败，让人刮目相看。自己的排名也上升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达到第44位。而这不是偶然，在随后的06到10年世界杯预选赛上，巴林都闯到了附加赛阶段，距离世界杯只有一步之遥，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只是第一次2回合1比2输给了拥有约克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二次2回合0比1因为一个头球输给了新西兰，让中国队又一次翻开了日记，感怀唏嘘。巴林做了什么，竟突然如此坚挺？首先，在2002年，巴林的足球联赛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为了增加联赛竞争性，国内俱乐部玩了一次大重组，其中23支球队合并成7支，让队员和队员之间、球队和球队之间竞争加剧。
一支球队瞬间扩容几倍，球员不拼命不行了，别的球队水平提升了，自己不跟上不行了，玩的就是淘汰一批，激发一批，提升一批。俱乐部高喊着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球员有的是，没人能再轻松自在躺着赚钱了，水平更高的球员也拿不到以往的好待遇了，走出国门才更有性价比。于是周边沙特联赛、卡塔尔联赛都开始出现巴林球员的身影，逼着高水平运动员走出去之后，另外就是人口小国的不二法门规划。这一阶段的巴林国家队队员比较重要的后防中间奥马尔是从扎德逃难来的巴林，代表巴林参加3次世预赛和2次亚洲杯的法兹阿什则出生在摩纳哥卡萨布兰卡。主力中锋亚基约翰来自尼日利亚，为巴林出场48次，进了12球。还有一位尼日利亚规划球员是阿卜杜拉·法塔迪。这一阶段，不光国家队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俱乐部成绩也跟着水涨船高。其中，国内传统霸主穆哈瑞克就拿下了08年亚足联杯。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巴林人眼中，这些规划球员并不能算是自己人，只是雇佣兵，和现在的牛马一样，有活你干，有锅你背。只要出现波动，那这些规划就是众矢之的了，规划政策也就慢慢消沉了。巴林的成绩跟着回落，不过在连续2次冲击世界杯倒在世界杯附加赛后，巴林意识到想走捷径才是最长的路，就跟着隔壁卡塔尔学习，开始着手青训。2011年就招商引资把皇马搞了过来，并细分市场琢磨颗粒度，揣摩用户心理。巴林人不是对足球不感冒吗？那我就找难以跨越阶级的群体，专门招收孤儿和外国劳工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仅更有动力，还更愿意不断向外深造。除了去周边外，还在尝试着向欧洲走，比如阿尔哈尔丹又先后效力于丹麦和希腊的俱乐部，而如今在欧冠有过登场的希拉勒还在捷克踢球。随着这些人的成长成熟，巴林国家队的成绩这几年又有了明显的提升。19和24年亚洲杯又都小组出线打进淘汰赛，2019年也获得了海湾杯的冠军，在22年世界杯预选赛上还曾1-0爆冷击败伊朗。回过头一看，巴林和咱们的足球似乎已经掉个了。那么现在的巴林究竟什么水平？他们踢球又有怎样的特点？有哪些明星球员？中国队能不能战而胜之？本期点赞过66个，我将立刻准备下一期。我是足球司机韩，客观看足球，理性八真相。